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成所的阿修。今天呢，我們要來聊一個非常硬核但絕對重要的話題 ——AI 的安全問題。這其實就是一場開發者和攻擊者之間永無止境的貓捉老鼠遊戲。你這邊才剛築起一道高牆，另一邊就想方設法要挖地道了。今天我們就來好好拆解一下這場精彩的攻防大戰。在我們正式開始之前，我想先請你思考一個問題哦。如果有一天 AI 學會了用我們看不懂的暗號來傳遞有害的資訊，那我們該怎麼辦？這聽起來可能很像科幻電影裡面的情節，對吧？但它真的不只是想象，而是 AI 安全領域裡面現在真正實時正在上演的核心挑戰。好了，讓我們先來定義一下這個戰場上的關鍵字 AI 越獄。用最白話的方式講，這就是一種技術，使用者透過設計一些很巧妙、很迂迴的指令或問題，來想辦法誘騙 AI 模型，讓它繞過自己本身的安全防護網，然後講出或做出一些原本被禁止的事情，比方說生成一些有害的內容。面對這些層出不窮的攻擊 ，AI 公司當然不可能坐以待斃。像是開發了 Claude 模型而聞名的 Anthropic 公司，他們就建立了第一代的防線，叫做憲法分類器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，他們在 AI 要開口講話的那個出口，派了一個非常非常嚴格的保全人員在那邊站崗。那這位保全人員的表現怎麼樣呢？可以說是相當出色。數據顯示，他成功攔截了將近95%的攻擊。這有多驚人？我給你一個對比，在沒有任何防護的狀況下 ，AI 越獄的成功率一度高達86%，但是在這道防線建立之後，成功率直接被壓縮到只剩下4.4%。這效果可以說是立竿見影。不過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，這種滴水不漏的防禦是要付出代價的。從數據上來看就很清楚了，雖然越獄成功率大幅下降，但另一個指標，也就是運算成本，卻明顯的增加了。具體來說，為了維持這麼高強度的防護，整體的運算成本增加了將近24%，而且更麻煩的是，它還變得很龜毛，有時候連一些無害的、正常的問題，它也拒絕回答，這就讓使用者覺得有點困擾了。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。正當防守方覺得這道牆蓋得夠穩固的時候，攻擊者們也進化了。他們發展出更聰明、更隱蔽的攻擊手法。我們就來看看他們的新劇本是怎麼寫的。第一招叫做重組攻擊。這招很像在走私，攻擊者不直接把一個完整的危險物品帶進來，而是把它拆解成很多個看起來無害的小零件。他們會把這些有害指令的碎片藏在一大堆正常的程式碼或文章裡面，然後在最後再下一個指令，讓 AI 自己去把這些碎片找出來，重新組裝成一個完整的有害指令，然後執行。你說是不是非常狡猾？第二招叫做輸出混淆，這就更進階了。它直接跟 AI 建立起一套暗號系統。舉個例子哦，攻擊者會先跟 AI 約定好說，在接下來的對話裡，我們把所有危險的化學品通通都叫做食用香料哦。然後他們再問 AI 如何制作這些食用香料。這時候 AI 生成的回答表面上看起來就像一份無害的食譜，但只有懂暗號的人一看就知道，那其實是危險化學品的製程。俗話說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面對這些不斷進化的攻擊，防守方也必須跟着升級。於是，次世代的防禦系統憲法分類器加就這樣誕生了。這套系統採用了一個全新的雙層防禦架構。這套新系統的核心概念，我們可以把它比喻成一個2階段的安檢流程。首先，所有進來的對話都會先通過第一關，這是一個反應快速、成本很低的輕量級掃描。它的任務不是直接攔截，而是要快速找出可疑分子。一旦它偵測到任何不對勁的對話，它不會馬上拒絕，而是立刻把這個案件向上呈報，交給第二關。
而這個第二關才是一個更強大但運算成本也更高的深度分析模型，由它來進行最終的精密判斷。這個雙層架構聽起來已經很聰明了，對吧？但真正讓這套新系統脫胎換骨的是它的制勝關鍵。這是一個非常創新的技術，可以說是整個防禦系統的秘密武器。有一句話完美地詮釋了這個技術的精髓，那就是在 AI 開口前回應，讀懂它的內心戲。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。我們是不是能夠不只聽 AI 說了什麼，而是可以直接去看它在想什麼？這個技術的正式名稱叫做內部探針，它的原理是去分析 AI 內部神經網絡的活動。這就等於是我們從過去單純的檢查 AI 說了什麼，進化到直接窺探 AI 在想什麼。你想想看，攻擊者可以偽裝他們的問題，也可以偽裝 AI 的打扮，但他們幾乎沒有辦法去控制 AI 在思考過程中那種最原始、最直覺的反應。這就是一個典範轉移。防禦方不再是被動的檢查結果，而是主動的去偵測意圖。介紹完這個新的武器之後，我們就來看看最新的戰況報告吧。這套次世代防禦系統的表現，只能說真的非常驚人。如果你正在聽，這部分的數據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。首先，我們來看運算成本。第一代系統會額外增加將近24%的成本，對吧？而第二代系統呢，只增加了大約1%，成本效益的提升非常巨大。其次，我們來看誤判率，也就是它拒絕無害問題的幾率，從0.38%大幅下降到只有0.05%，AI 變得友善多了。最後，也是最關鍵的一項，所謂的萬能越獄法。在第一代系統中還被找到了一個漏洞，但在第二代系統上線之後，至今一個都沒被發現，可以說是完勝。當然啦，這場戰爭還遠遠沒有結束。研究人員已經在擘畫下一階段的防線了。他們正在思考有沒有可能把這種判斷能力直接內建到 AI 生成回答的過程中，讓它在開口之前就先自我審查。或者，我們能不能訓練出天生就對暗號免疫的 AI 模型，甚至是利用 AI 自己去扮演攻擊者，透過不斷的模擬攻防來產生更強大的訓練數據。這條路還很長。好，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。這場 AI 安全的攻防戰，從高成本的第一代防線，演化到攻擊者用重組和暗號這些更聰明的方式來進化，最終催生了運用 AI 直覺，也就是內部探針技術的次世代雙層防禦，達到了低成本、高準確率的強大防護效果。這整個過程完美展現了技術的快速移代。這也留給我們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：當防禦的盾牌越來越堅固，下一個能夠突破一切的超級越獄長矛，又會以什麼樣的形式出現呢？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：第一 ，AI 越獄是透過巧妙提問來繞過安全限制的技術；第二，初期的防禦雖然有效，但成本高昂，而且容易誤判；第三，攻擊者透過重組和暗號等方式來進化；第四，最新的防禦系統採用了雙層安檢，加上讀取 AI 內心戲的內部探針技術，達到了低成本、高準確率，而且更強大的防護效果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